有人说，现在的中国连叹口气都要小心，因为叹气太多，也可能被算法判定为负能量传播者。认命可以，躺平不行，因为奴隶是不能躺平的。就在这个秋天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了一场为期2个月的社交媒体清理行动，目标不是谣言，不是政治煽动，而是过度悲观。是的，新的罪名叫情绪有问题。在一个经济下行、就业困难、信心崩塌的时代，表达焦虑成了违法，而沉默也成了一种危险。央视发文说，互联网不是宣泄负面情绪的垃圾场，但问题是，中国的现实本身就已经像个巨大的垃圾场，堆满了失业的年轻人、破产的老板、买不起房的中产和被案头喊口号的普通人。这场整顿行动背后是恐惧。北京害怕的不是几个情绪化的网红，而是情绪的传染性，是那种所有人都不想努力了的集体倦怠。当努力无用论成了网络热门词，当摆烂、躺平、佛系成为年轻人的共同语言，当越来越多人选择不婚、不育、不买、不带食，统治者突然发现这群韭菜割不动了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青年失业率依然维持在 21.3%， 尽管官方已经刻意停更了1年。1220万名大学毕业生走出校园，却找不到一份能活下去的工作。而与此同时，房价依然高企，工资停滞，消费下滑。这是一个正在被掏空希望的时代。当现实的压力无处宣泄，互联网成了唯一的出口。可是现在，连出口也被封上了。9月底，2位主张极简躺平生活方式的博主被封号，理由是宣扬失败主义，传播社会负能量。他们没有骂政府，没有造谣，只是说了句“活得累就歇歇吧”。结果他们连账号都保不住。一位博主在被封号前写下最后一条动态：“我只是想过安静的生活，不欠债，不奋斗，不伤害任何人。”但原来这样的生活也错了。人民日报随即发表评论，号角已经吹响，所有平台都应整治过度悲观内容。央视更进一步指责那些用阴郁叙事博取流量的人，称他们是情绪捕食者。但问题是，到底是谁把这个国家逼成了一个巨大的情绪监狱？是谁让年轻人不敢说累，不敢说穷，不敢说绝望？是谁把正能量变成了新的审查武器？在这场清理情绪的运动中，被封的不止网红，还有那些仅仅表达生活无望的普通人。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发了句“好想离开这座城市”，结果账号被限流，评论被屏蔽。算法开始识别悲伤，分析语气，封锁关键词，甚至摆烂、累了、算了吧这类词都可能被默默删除。悲观成了敏感词，这不是夸张。根据中国网络安全舆情研究院的一份内部报告，仅在今年9月的前3周，全国各平台就删除了约230万条被定义为消极悲观的帖子，包括与就业焦虑、结婚意愿下降、经济放缓有关的讨论。与此同时，微博宣布封禁1200多个账号，理由是传播关于经济和政府福利政策的虚假信息。这些所谓虚假信息，很多只是普通网友分享的生活记录。房贷还不起了，公司又裁员了，我爸开的小店关门了。在中国，这些话都太危险，因为它们太真实。情绪本来是人类最自然的反应，但在今天的中国，它成了被控制的对象。你可以歌颂奋斗，但不能承认疲惫；你可以表扬体制，但不能质疑命运。当一个国家开始害怕人们情绪失控，其实他自己已经濒临失控。经济不确定性、中美关系的动荡、房市崩塌、制造业外迁，
中国社会的紧张情绪正在蔓延。政府明白，这种情绪一旦被放大，就可能成为对执政体系的威胁。于是，他们选择压制。有学者指出，光靠压制网络上的负面情绪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的现实。现实是什么？是年轻人月薪3000，却被要求为 GDP 奋斗；是企业家卖房还债，却还要表态看好中国经济；是无数父母看着孩子失业，还要被告知多读书就有希望。希望，在今天的中国，连希望都要被审核。有人说，这一轮情绪清理是中国政府的心理防疫战，但其实它更像是一场情绪清零运动。在动态清零失败之后，政府发现病毒可以放过，但情绪不行，因为情绪比病毒更具传染性，比感染更快的是失望。情绪出问题的社会，才是真正病了的社会。在过去2年，中国经历了太多撕裂与崩塌，房价暴跌，企业倒闭，股市闪崩，出口下降，工厂外迁，经济的每一个裂缝都对应着一群人生活的破碎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6.8%， 制造业 PMI 连续3个月低于荣枯线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跌至 2.1%， 创下近10年来最低。所有这些数字都不是负能量，它们只是现实。但在当局眼中，现实太危险，因为当人们说出真相，官方的幻觉就维持不下去了。所以，这场整顿的真正目的是要重建集体幻觉，让每个人重新相信，中国经济正在复苏，年轻人只是暂时困难，未来会更好。即便大家都知道，那只是空洞的口号。央视评论里的一句话，简直成了这场运动的注脚。互联网不是宣泄负面情绪的垃圾场，但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其实是：你们的痛苦不配被看见。一个国家开始禁止人们表达悲伤，意味着他已经连悲伤的余地都不敢给。在郑州，有人因在短视频里批评城市环境太压抑被调查；在西安，有人因发帖质疑房价崩盘被警告制造社会恐慌；在上海，一位女博主写下我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，她的账号被封，理由是宣扬不健康价值观。这种荒谬的审查逻辑正一点点地吞噬人们的精神空间。不要摆烂，不要悲观，不要丧。可问题是，当现实逼得人喘不过气时，连不要丧都成了一种残酷的讽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从奋斗变成了麻木。以前大家拼命卷，如今大家假装忙。以前年轻人想出人头地，现在他们只想不被压垮。这不是态度问题，而是集体的生存本能。如果青年长期失业，社会的创新力和信任感会急剧下降。但在中国，领导层的反应不是如何创造机会，而是如何控制言论。他们不敢听到真相，只想看到笑脸，因为只有笑脸才能拍成正能量短视频。在这场情绪整顿中，一个词被不断提起：共鸣。很多被封的账号，恰恰是因为太多人产生了共鸣，他们说出了数千万普通人的心声。而在一个缺乏自由表达的社会，共鸣本身就是威胁。你可以被贫穷打倒，但不能说出贫穷；你可以被制度压垮，但不能说制度不公；你可以绝望，但不能让别人看到你的绝望。这就是今天中国的荒诞现实。有评论指出，中国政府正在把情绪当作新的政治指标。以前的管控是思想，现在的管控是情绪。思想太抽象，难以测量，情绪却可以被算法精准识别。于是，情绪检测系统成了新时代的政治气压计。
微博、抖音、小红书，甚至豆瓣都在训练 AI 识别负面内容。关键词包括累了、躺平、出走、抑郁、不想努力了。平台要对情绪波动负责，就像防疫时代的社区干部要对感染病例负责。情绪成了新的疫情，而政府成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清零者。这场清理不仅在网络上，它深入了教育、媒体，甚至职场。大学辅导员要求学生多发正能量朋友圈。国企干部学习会上被要求坚决抵制失败主义。地方电视台收到指令，不得播放表达社会焦虑的题材，仿佛只要把情绪删除，中国就能回到那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。但被压抑的情绪不会消失，它会沉淀，它会变成一种更深层的冷漠，一种对生活、对政治、对未来都不再关心的麻木。当所有人都假装幸福时，真正的悲剧才刚刚开始。或许这正是当局最害怕的东西。他们害怕的不是愤怒，而是冷漠。愤怒至少还意味着在乎，而冷漠意味着彻底的失控。摆烂的青年，不消费的中产，不结婚的女性，拒绝奋斗的工人，这些看似散落的选择，其实都在宣告一个事实：这个社会的信任正在崩塌。护城风们，他们不是罪人，他们只是镜子，照出了这个国家不敢面对的部分。一个越来越沉默、越来越疲惫、越来越不相信明天的中国。正如一位被封号的博主在临别留言中写道：他们怕我们悲伤，因为悲伤比愤怒更有力量。情绪是人最后的自由。当一个政权开始剥夺人表达情绪的权利，它其实是在剥夺人做人的权利。正能量不能替代尊严，删帖删不掉绝望，封号也封不住人心的寒意。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人民愤怒，而是人民集体沉默。而今天的中国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陷入这场沉默的雪崩。